说一个可能大部分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那就是金钱真的不是你拼命努力赚来的。金钱是怎么来的？我说出真相，你可能会不敢相信，甚至会觉得我在胡言乱语。金钱是你快乐轻松地做好自己，忠于自己的灵魂，活出生命的本真状态之后，被你的能量所吸引的，被自然力自动匹配的。你可能会说，我没有钱，我怎么做好自己？怎么忠于灵魂啊？其实这个逻辑恰恰相反，是因为你没有忠于灵魂，成为真正的自己，所以才没钱。你只是被没有钱的恐惧的幻象所支配了，一直盲目地向外抓取追逐。没错，金钱很重要，金钱是地球游乐场的游戏币，金钱可以供养你的肉身，但是金钱有自己的性格，它不会留在一个追逐抓取的人的身边，它只会来到并且留在内在能量跟它相匹配的人的身边。所以比金钱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在。那么赚钱就只是一件超级简单超级快乐的事情，只需要你的内在培植一个高级的灵魂，仅此而已，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如果我这么说，你会生气吗？因为我可能破坏了你的三观。如果你认为赚钱是一件又累又难的事情，那么我强烈建议你看完这个影片，我会给你提供一套威力可能超过你现在赚钱方式100倍的赚钱逻辑，告诉你为什么一个高级的灵魂可以让赚钱变得超级简单，超级快乐。你知道吗？大部分的门店都活不过3年就关门倒闭了，但是我敢肯定，你生活的城市一定存在一批活了10年甚至20年的老店，现在还在经营，还在赚钱。差别这么大，原因是什么？我想你对下面这个结论一定没有异议。关键在于人，关键在于门店老板，关键在于老板的经营理念和经营能力，关键在于老板的综合素质。那我们可不可以更简单的下个结论？赚不赚钱，最根本的在于你的内在是否有一个强大且高级的灵魂。你可能会说，高级的灵魂这玩意太虚了，我太穷了，我要养家糊口，我哪有时间玩这一套？我想说的是，你的真正问题不是穷，而是懒，脑子太懒了，懒于培植这样的灵魂。如果有了，你很快就不穷了。很多人一生都在贫困里轮回，核心原因就在于他无法摆脱自己限制性信念，他们的心力太弱了，既不相信外部宇宙的真理，更不信任自己的内在能量。那么强大且高级的灵魂是什么样的？第一，信任真理，敬畏真理，跟真理站在一边，按真理去做，相信缘起性空，相信心生万法，相信因果法则，相信万物一体，相信功德福报，相信本自具足，相信天命良知，相信业力系统，相信知行合一。第二，找到一件你热爱并擅长的事情，让它承载着你按真理确立的使命、理想、愿景和良知。你以奉献付出，
布施服务，给予分享为日常行为标准动作，全情投入每一个当下，认真呈现作品和产品的完美品质。也就是说，你把事业、愿力、布施、品质这4个核心要素完美精确地结合在一起。那为什么这样的灵魂可以让赚钱变得超级简单、超级快乐？一是因为你相信真理，心中有信仰，内心充满了光明、喜悦、智慧和力量，不再被无明、愚痴和恶业习气所遮蔽，不再放任自己造作颠倒梦想的事情。比如你相信缘起性空，你就不会执着于永不满足，急功近利地向外抓取。比如你相信因果法则，你就会小心当下每一个念头、语言、行动，确保完美，不再作恶。你相信心生万法，你就会重视内在工程建设，用强大的内在能量无中生有，吸引显化一切。你相信万物一体，你就会主动布施，通过给别人带去美好的变化，让自己变得更好。你相信天命、良知，你就会敬畏它无所不能的力量，每天强化让它帮你，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光靠相信的力量，你整个人的行为模式就会发生巨大而美好的变化。你会慢慢地疏远那个让你沾染恶业邪气的圈子，整个人洗心革面，焕然重生。因为你用符合宇宙天道规律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资本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在做事。你是在热爱、擅长的状态下做事，有伟大崇高的愿望牵引，又有奉献布施的强烈内心需求。你做的事，你的产品和作品一定会呈现出具有超高能量的品质，因为你热爱和擅长。做事时一定会很快乐，很有激情，因为你不停地布施。你一定不会缺少客户和流量，因为你能输出超高能量的品质。你一定会吸引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回报，整个过程环环相扣，精准无误，让赚钱变得超级简单，超级快乐。那么弱小和低级的灵魂是什么样的呢？本质上是他们有一大堆的关于赚钱的限制性信念，严重束缚了自己获得财富的能力。他们怀疑一切，质疑一切，不相信真理，不信任内心能量。他们的物欲很强，喜欢赚快钱，打工的喜欢上班找活干，创业的喜欢搞模式，玩促销，割韭菜。他们喜欢透支信用卡或者贷款提前消费。他们不懂安贫乐道，好让自己的灵魂变得高级，自己的能量变得强大。他们不懂因果律，急功近利地搞钱，留下恶业的种子也不在乎。他们更不懂奉献和布施的原理，不会做任何利他的事情。他们做事没有品质和能量，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他们不信任内心的力量，认为赚钱很难很累，此生混口饭吃，饿不死就行了。他们的一生可能都无法逃离贫困匮乏的轨道，这是非常可怜可悲的生命状态。
我简单罗列几条限制性信念，你对照一下有没有？有人说，我觉得赚钱太难太累了，那是因为你的内在灵魂太低级，你不信任自己的内在能量。有人说，我要生存，我要养家糊口，我哪有时间变更高级？那是因为你对现状很满意，不是真正想改变。真正想改变的人会有1000种办法找到时间。有人说，我赚不到钱是因为我能力不行，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热爱和擅长的事情，没有愿力不去布施。如果有的话，能力自然就生发出来了。有人说，没有客户赚不到钱，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属于你的布施方式，布施受益的人数没有达到让你赚钱的程度。流量问题本质上是能量问题。还有人说，我很穷，我必须去打工，那是因为你贪欲太重，不懂安贫乐道，改造灵魂，积蓄能量，厚积薄发，扭转人生轨迹。赚钱的方法本质上只有2种，交换或者掠夺，没有第3种。勤奋和努力能够提升这2种赚钱方法的效率，但从来都不是能赚到钱的原因。我没有能力教你赚钱或者带你赚钱，但是我梳理出来3条赚钱的本质，都是规律和认知，一次性讲给你听，耐心看完，说不定能帮到你。第一个本质，努力甚至拼命只能感动自己，历尽千帆之后，你就会发现2000年前的盐铁论就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赚钱所有的秘密。16个大字记好了，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仕居，不在力耕。单单就这句话，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听过，更不要说你能悟透，甚至于用得上。用体力是永远换不来真正的财富的，原因很简单，体力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并且补充体力和恢复体力都是有成本的。这就是为什么穷人这一辈子都在为吃喝和房子忙碌的真实原因。因为你逃不出拿体力换钱，再用钱去恢复体力这个循环。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杠杆原理，但是老师只叫你用这个原理去解题，却没有告诉你整个人生环节当中，杠杆是最重要的原理，而赚钱也不例外。当然他没有教你很正常，因为他也不会。财富的杠杆其实就是上面提到的对方法的应用和对局势的判断。方法很多，方法论不值钱，再者我们不讲，我们重点讲局势。小孩少了，老人多了，人口的变化是局势。房地产不再是社会经济的核心驱动式局势，能源结构在发生变化，油改电是局势，有些事你不接，顺势你不为，你告诉我你凭什么赚钱？第2条，认知是决定一切的基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主要来自于3层：认知差、信息差和能力差。这3个层面里，认知差是最基础的，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能力和信息是可以买也可以借的。我能力不够，雇人帮我干那是买，
找合伙人合作就是借，但是获取认知是没有捷径的，只能实打实的一点点的涨，而往往一个人的认知就最终决定了这个人在社会这个生态位当中所处的位置。这2年流行一个说法，说一个人无法赚到他认知范围以外的钱。其实这句话是不够严谨的，很多人赚的钱就只是单纯的运气好，踩中了一个风口，就跟买彩票一样，中了个大奖，财富就获得了迅速的膨胀。但是往往你会发现，这样的人返贫也很快。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消费大手大脚，被亲戚朋友借走了，盲目投资失败了。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句话，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没有人能够守得住认知以外的财富。这个世界上总有10000种方法，10000种手段把你认知以外的财富给收走。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财富永远是对认知的补偿，而不是对勤奋的嘉奖。第3条，重视节奏，把握时机。注意机会是有时效性的，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赛道，进得早，你早跑出来半个身位至关重要。做错是有代价的，但是错过往往是致命的。职业也好，职场也罢，其实都不是线性的那种平面的跑道，而是爬楼层。越低的楼层挤的人越多，而在这样的楼层里，这些人为了往上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踩到别人身上，或者去把前面人拉下来。在这种地方待久了，你就会被困在这种拉扯中反复的消耗，无尽的透支。所以不管你在职场还是创业过程中，你都要学会前半程需要爆发性的发力。花钱的时候你知道早花早享受，那赚钱也是一样的道理，干得越早优势越大。当这种优势不存在的时候，就不要去碰了。你就记住一句话，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看到有人赚大钱的这种标杆或者是榜样了，那就只有可能是2种情况。第一种，这个事儿已经晚了，不要去碰了。第2种，那就是骗子包装出来的假象，更不要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会把他正在赚钱的机会告诉你。如果你听到了，千万不要误以为是你运气好，大概率是对方拿你当傻子哄。最后送大家一条获得财富的真正的底层原理，其实是把自己这个人产品化，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产品，找到自己的优势，找到自己的卖点，然后努力经营，为这个世界交付。开头说的，金钱的真相其实只是一种能量，它总是喜欢流动，朝着高频高能量的方向靠拢。而财富法则就是能量交换的法则，能量交换的多少和方式决定了你能换取的财富能量。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财源滚滚，刚刚也说了，金钱的特性是流动的，滚动的。如果你总是追着钱跑，你就会越来越累，而且不一定能追得上它。但如果你的能量变得很强，价值很多，自然就会吸引到金钱向你靠拢。金钱的法则其实就像是万有引力一样，质量越大，
引力就会越大。与其不停追钱，不如让钱来追你。只有当这个能量运转起来的时候，金钱才会源源不绝地流向你。稻盛和夫有句名言说，钱其实不是赚来的，越想赚钱的人越赚不到钱。钱是帮助他人解决问题后的回报，因为钱的本质就是能量的循环。当你帮助别人实现价值，付出之后，自然而然就会获得回报。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个点，只是贪婪自私地想要金钱，所以很多人没有钱。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而是他的心念太小，不舍得付出，自然也就容不下金钱。甚至越是死死地想抓住它的时候，反而会更快地失去。另外又想到一点，就是感情问题。其实感情方面和钱也是相关的。当爱没有着落，情没有归处，钱也一定是匮乏的。感情受挫的人，要么挣不到钱，即使挣到了也留不住，要么被骗光，要么被自己糟光。因为情感的归宿是心的渴望。如果你内心经常处于匮乏、恐惧、焦虑、迷茫、脆弱、敏感、自卑的状态，那么钱一定会远离你。因为你的精力每天处理这些事情都不够用的，你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用来内耗了，哪还有精力去提升自己，寻找赚钱的路径呢？而最后一个钱的真相，估计会有些人理解不了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的潜意识就是你的财运。为什么有些人天生就是有钱人？这里指的不是继承了祖上的家产，这种大概意思和性格决定命运很相似。你知道吗？其实意识和物质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共同作用在我们的身体上，而只要你动念，你身体的激素就会改变。这就是生物意义上的吸引力法则。如果你保持喜悦和豁达的心态，你的情绪就是积极的，身体就是健康的，你会吸引到与你同频的人，圆满的爱情就会离你越来越近，财富的能量也会自然而然朝你涌动。相反，如果你的内心充斥着恐惧、自卑、抱怨这些负面的情绪，那么不仅没有人会愿意靠近一个负能量的你，爱情和金钱也都会抛弃你，甚至你每天情绪的积累，最终都会反映在你的基因上，写进你的生殖细胞里，通过遗传延续给下一代，成为你后代刻在基因中的潜意识。想想你现在的性格、人生轨迹和你原生家庭之间的关联，你就会发现，潜意识不仅是你的财运，也往往就是你人生的命运。从根本上来说，金钱取决于你内在对于爱的体验的深刻程度，取决于你内在爱的表达方式、爱的品质、爱的熟练程度。内心对爱的理解越深刻，体验越深刻，你越是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更好地利他，怎么样更好地服务你的客户。吸引力法则的的确确存在，但是它的核心并不是你向宇宙下什么订单，而是你能够用真实的眼睛发现了那个富足到只剩下奉献服务的自己，并且在真正的富足之心下
找到属于自己的爱的表达方式，通过熟练而且有品质的奉献服务，建立自动匹配的无心而为的功德福报的回响。你只有具富足的心灵，才能吸引到金钱。你去钻营、算计、追逐、抓取金钱，本质是以匮乏之心为起点的因果链，最终只会给你匹配一个匮乏的物质世界。当然，你也可能侥幸会抓到金钱，但是都很费力，很少，而且很容易漏掉。向外抓取攀援，它只会让你处于一个慢车道，而建设好自己的内在工程，它让你处于一个快车道。现在你明白到底什么是钱的真相了吧？说完了钱的真相，那我们该如何把金钱吸引到我们的人生中呢？上面我们说了，财富法则就是能量法则。那么我们把自己的能量提升起来，财富自然也就会被吸引过来了，对不对？说到能量，其实不仅人是有能量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能量。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乃至人与物之间的连接，其实说到底就是能量的交换。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磁场，对应的就会获得什么样的能量。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3种从外界汲取能量的方式，这3种方式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只是第3种会很容易让人忽视。爱并不是个虚幻的词，它是能创造奇迹的关键。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爱是种伟大的自私，是种特别的欲望，它能激发你源源不断的动力。有了爱，你才会心生欢喜，才会动力满满。那该如何去爱呢？或者说，如何用爱来汲取外界能量呢？第一个方法，感恩，或者说是感激。感激你遇到的所有一切。许多人一提到感恩，就想到的是父母或者贵人，但事实上，我们要感恩的不仅仅如此。我们老祖宗说过，雷霆雨露皆是天恩。那些所谓的好与坏，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能让你变得更加美好的功课。当你能对一切常怀感恩之心的时候，所有的挫折磨难都不会将你打倒，它们会成为你的磨刀石，让你的宝剑变得更加锋利。当你遇到滋养你的事物，你所回想的感恩会汲取你更大的帮助，也会成就更好的你。如果一个人连感恩都做不到，那便会让别人认为这个人是白眼狼。这样如何让外界给予你更好的力量和帮助呢？有些人可能会说了，自己的家庭多么不好，从小父母都没有关心过他，甚至一直在榨取他，这也要感恩吗？虽然父母有赡养子女的责任，但父母也可以不尽自己的责任。所谓的责任只能赋予给自己，而不能强加于别人，不然你会一直痛苦。我指的痛苦不仅仅包括你的内心，还包括你外界的反照。所以父母只要把我们生下来了，我们就应该感恩，他们赐予了我们体验人生的机会。不论你过往的人生是怎样的，这都是一门功课。做好了这门功课，你的人生就会得到升华。
慢慢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改变的。第二个方法，付出。付出这件事，从自私的角度来说，有点像撒网。你不把力量释放出去，你如何收获更多的能量呢？老子说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如果你不能给别人带来他想要的价值，你如何得到你想要的价值呢？当然，这只是从谋略的角度上来说。从这种角度来讲，付出的意义实在是有些层级太低了。付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是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一个人只有在不断的付出的时候，才会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施比受有福，一个人越付出，得到的就会越多，心态也会越来越好，好运也会源源不断地来到自己身边。所以当你想要变得更好的时候，不妨多付出些，也许一时没有满意的回报，但宏观来看，一定是会变得更好的。说到这，给大家一个提醒，从来都不是能者多劳，而是劳者多能。劳代表付出，你付出的多了，本事自然就更大了，本事大了，自然能力和成就就更大了。第三个方法，真心赞赏。现实中有许多人都会有既怕兄弟过的苦，又怕兄弟开路虎的心态。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是社交圈里那个最牛的人，最被大家崇拜的人。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让我们潜意识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个竞争社会，从小就想成为别人家的孩子。这样的情况下，难免会生发出攀比之心。谁不想让自己成为骄傲呢？但是这种攀比竞争的心理，其实是个毒性极强的陷阱。它会让孩子潜意识认为学习不是为了学会知识，而是为了打败别人，成为那个被关注被表扬的人。只有赢过别人，才能得到老师的关注，爸妈的认同，亲人的称赞。只有赢过别人，才能赚到钱，自己的人生才有意义，才值得被爱。所以即使成年之后，这个毒依旧还是在的，一样会下意识地把周围的人都当作潜在的对手。和假象比，比身高颜值，比存款，比绩效，比阅读量，比跑步公里数等等。但是你想过没有，你们各方面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都有自己独特的剧本。你干嘛要自卑地和别人比某方面优秀呢？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是你周围朋友中最优秀的那个人，意味着你已经到达了你人生中的瓶颈了。有句话叫做，你的财富等于你身边5个人的平均值。如果你不想让身边的人更好，那你自己也好不到哪去。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并不是一句空话。只有你身边的人更好了，你才能得到更好的帮助，才能汲取更好的能量，变得更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应该真心地赞赏身边的人过得更好，承认他们的成绩，或是承认他们比你更优秀，因为他们的更优秀意味着他们在某个时刻是可以帮助到你的，而不是他们总指望着你去帮他们。只有这样的心态，你们才能相互滋养，
相互托举得更高。而且当你真心赞赏他人的时候，你的内心能获得一份平静，能客观地看待周围的事物，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知道自己的优点与不足，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也会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可以借由这4个字感受到生命更大的自由，从原本那种紧张的渴求认可的争夺被爱的心智模式当中逐渐的松绑，开始用意识、语言、行动来重新创造自己的生命。别人也会由于你真心赞赏获得更多的动力，也会有种知己难求的感觉，然后给予你更多的帮助。钱是世界上最有灵性的东西，它不会永远专属于一个人。人这一生拥有多少钱，都是有自己的定数。如《了凡四训》所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你是什么人，就会有多少钱。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运气，每一次的不期而至，都是你给自己累积的福报。俗话说，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人的命数，一部分来自天定，一部分却来自后天培养。你的习惯，你的性格，决定了你这一生会有的运途。让钱追着你跑的秘密，便是让自己成为勤奋、善良、懂得感恩的人。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在评论区打出我拥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能量。愿你顺利与金钱建立亲密关系，财富能量将从4面8方涌入你的生活。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